Hello，各位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玫瑰花毯的华丽变身，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从温柔的玫瑰花毯化身为实用与美感兼具的玫瑰包包，以2个半圆折叠成花包造型，为包包增添了层次感与丰富的视觉效果。不仅展现出玫瑰的优雅曲线，也巧妙地为包包内侧创造了置物空间，让你轻松收纳小物，每个细节都散发着浪漫与实用并存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购置它吧。线材使用到了8股手边线与5股牛奶棉，分别使用到了 4.0 以及 3.5 毫米的钩针。包包的颜色搭配如影片所示，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做变换。成品完成尺寸如图，供大家参考。我们先钩织包底，以 4.0 毫米的钩针以及8股手边线锁边起针，起针之后钩织39个锁针，39个锁针结束，第1圈返回到第3针，在第3针钩织小括号内容6个长针，第1个长针放记号扣，跳过了那2个锁针视为长针的起立针，不算针数。剩下的5个长针，小括号的6个长针结束，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连续35个长针。35个长针结束，剩下最后1个针目，再次重复中括号的内容，最后1个针目钩织6个长针，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从下个针目开始又连续35个长针，中括号重复钩织结束，这一圈一共完成82个长针。结尾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收紧最后的引拔针。第2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连续6次加针，每一次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长针。这一圈的第1个长针放上记号扣，同个针目里的第2个长针，这样是1次加针，连续6次加针，6次加针结束，中间这一段又是连续35个长针。35个长针结束，再次重复中括号的内容，这一圈增加了12个针目，完成94个长针。第2圈结束，同样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
收进引拔针。第3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钩织中括号内容，1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第2个针目一次加针。中括号的内容一共6次。接着又连续35个长针，这样是一次大括号的内容。大括号的内容重复2次，这一圈完成106针长针，结尾也是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第3圈结束，我们从这一圈的第1个长针开始数，在第19、第53、第72以及第106个针目各放1个记号扣。我们会在这个椭圆形织片的两端来回往返的勾半圆形。第4行同样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以3个针目为一组，钩织中括号内容，1个长针，一次加针，以及1个长针，接着1个锁针。接着从下个针目再次重复中括号内容，中括号内容一共5次。中括号内容重复5次结束，在记号扣之前会剩下3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一次加针以及1个长针。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面对着同一面钩织，我们将这一面视作正面，后续的行数会进行往返钩织。在往返钩织的过程中，左边的织片都是以正常入针的方式进行往返钩织，每隔一行就会有一个凸起的纹理，它的纹路没有正反之分。后续的往返钩织，我将以右方的钩织方式为主。在钩织长针时，各行从针目的背面入针，正面的纹理会比较平整，织片有正反面之分。大家可以按照喜好选择钩织方式。因此第5行翻面，此时就会面对背面，同样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一般的长针从针目前方入针，之后在钩织奇数行时，钩针从针目的后方入针，钩织长针。后方入针的长针钩织方式，我们将钩针置于线段的后方，并向后挂线，再从针目后方将钩针穿进针目，接着顺势带线钩出，接着按一般的挂线钩出方向，挂线钩出2线圈2次，完成这个从后方入针的长针。第1个长针放记号扣，第1个针目进行一次加针，因此在这个针目完成2个这样的长针。接着连续3个长针，接着1个锁针，再空1针，锁空的这一针是上一圈的锁针，接着再从下一组长针针目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中括号内容一共重复5次。中括号内容5次之后，上一行剩下最后4个长针针目，
钩织一次加针以及连续3个长针结束这一行，包含长针之间的锁针，一共完成35个针目。第5行结束。第6行翻面，此时我们又面对了织物的正面。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以5个针目为一组，钩织中括号内容。偶数行正常的钩织长针即可。后续我们也依照文字节的安排拓展这个半圆形。每一行起始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而在钩织奇数行的长针时，从针目背面的入针来钩织长针，一直钩织到第17行。第17行结束，引拔断线，由6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接着我们将织物翻面，使结束时的线头置于右方，以 3.5 毫米的钩针从右方的第1个长针针目以及绿色的五股牛奶棉重新起线，钩织叶子。起线之后，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钩织1个短针，3个锁针，再空1针。下个针目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1个短针，3个锁针，空2针，中括号内容重复34次。重复钩织中括号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上一行的锁针位置，直接穿进锁针下方的空间钩织短针。中括号内容34次之后，钩织1个短针，3锁针，空1针，最后1个针目1个短针，结束这一行。第2行翻面，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而如果遇到锁针链，因为锁针链是3个锁针，我们直接挑起整条锁针链，钩织3个短针。而上一行的短针上则钩织1短针。第2行结束。第3行翻面，我们会以2个锁针空间为一组，钩织1对叶子，1个锁针起立，先连续5个短针，接着在下个针目放弃号扣，以方便我们钩完叶子之后回来找到它。接着1对叶子，首先是右叶4个锁针，再上1个短针所对应的第17行长针，在它的底部由前入针，钩针向长针的左方穿出，再带出线来钩织1个短针。接着挑起整条锁针链，钩织小括号内容1短针、1中长针、2长针、1个中长针以及1个短针。接着左边的叶子4个锁针，这是目前所在的短针，在下个短针的下方长针，从长针的右后方由后向前穿进长针针目的底部，再带出线来钩织1个短针。接着稍微翻转织片，
在锁针链上同样钩织小括号内容。左边的叶子完成，接着回到主体的针目，从做记号扣的地方开始，连续4个短针。这样是一组叶子。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4个短针，一对叶子，再4个短针，叶子不占据上一行的针目。下一组叶子的右叶所穿进的长针针目底部会与上一组的左叶重叠，只是钩针会从长针的左方穿出，而其余的地方钩织方法相同。而每隔3组叶子会有一组的叶子，它的左叶在钩完4锁针之后，下一个短针的下方会是锁针，钩针直接从后方挑起锁针链，钩织叶子的短针。接着再翻转织片，在锁针链上钩织叶子的小括号内容。一共完成13组叶子之后，会余下40个针目，在余下的针目各钩一个短针。第3行结束，引拔断线。接着是玫瑰花，我们回到第1组叶子，使用 3.5 毫米的钩针穿进叶子中心的下方，以红色的五股牛奶棉重新起线。引线之后一个锁针固定。第1行12个锁针。第2行返回，从第3个锁针开始，每个针目3个长针，连续9个针目。连续9个针目各3长针之后，下个针目钩织1长针、1中长针以及1个短针。接着一个锁针固定，我们取下钩针，将这个织片顺势卷成玫瑰花的形状。接着翻到花朵的底部，从钩织结束时的这一端，在它的对象将钩针贯穿花朵底部的针目，挂回线圈并拖出。接着断线，我们将两端的线头在花朵的底部打结固定，再利用钩针将线头引至花心藏好并做修剪。我们在这13组的叶子中心各钩一朵玫瑰花，接着是底部织片另外一端的半圆形，从做记号扣的下个针目开始重新起线，在第3圈第53到第72之间的18个针目上，再次重复钩织主体的第14行到第17行，叶子以及花朵，完成另外一边半圆形的织片。大家可以将影片定格在所需要的文字节上。底部两端的半圆形钩织结束，我们将正面朝上，在右方的半圆形下方，在这一端有玫瑰花，将它的平边折向底部的平边。接着是左方的半圆，这一端没有玫瑰花，平边也折向底部。
我们利用所留下的线头，将底部以卷线缝做缝合。织片3片重叠的地方都要缝合到。底部平边缝合结束，打个结并藏好线头。接着底部的另一边平边也以相同的方式缝合。底部缝合结束，我们将包包翻向正面，如此有玫瑰花朵的这一面就会朝外。我们另取一个线段，将2片半圆交集的这一边，将这个缺口沿着第17行的边缘缝合。缝合结束，打个结并藏好线头。而包包的另一面也是。缝合之前，先注意包包的对称性，再进行缝合。接着是包包的提手，使用与主体相同的八股手边线，起针时的线头留30公分，4.0毫米的钩针，锁边起针。起针之后6个锁针。第2行返回，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连续5个短针。第2行结束，我们将织片调转方向。下一行钩织短针时，我们挑起短针的半针，和上方对应的锁针针目一起钩织短针。先以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挑起半针和对应的锁针针目合并钩织短针，连续5个短针。5个短针结束，再将织片调转方向，一锁针起立之后，挑前2行所对应的半针，钩织短针，也是连续5个短针。之后重复操作，直到提手到达所需要的长度。钩织提手到所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一行的收尾，先以锁针起立，接着挑起对应的2个半针，连续5个引拔针。接着就引拔断线，同样留3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我们钩织2个这样的提手，再将提手缝合到包包上。这样这个玫瑰花毯就变身成为玫瑰花包包啦，让朵朵盛开的玫瑰陪你走过每个美好的时刻。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